听说现在说话前得盖个章。秉持着泱泱华夏的优良传统，本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想到蹬鼻子上脸。特此声明，呈现真相是本人视频惯例，拿证据说话是做人原则，勿将事实呈现扭曲为网暴，本人不接受此等污蔑。首先，是否正如舆论者所说，歌曲《烟火里的尘埃》和华晨宇完全没有关系？歌曲《烟火里的尘埃》于2014年正式收录于华晨宇首张个人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中。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描写的就是华晨宇本人。可以说，如果没有华晨宇的出现，《烟火里的尘埃》也将不复存在。多年前，华晨宇节目中翻唱张国荣的《我》，被歌曲《我》的作词人看到，他在收到华晨宇选中的 demo 后，看了很多华晨宇的视频及资料，打算延续张国荣《我》中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来创作了歌词。但华晨宇很尊重张国荣先生，他认为张国荣才是那璀璨的烟火，烟火是属于哥哥独有的，而他只是烟火里的尘埃。因此，作词人推翻第一版歌词重写，最终在和华晨宇的对接下，3易7稿为华晨宇量身定做了《烟火里的尘埃》。哪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发音，他就特别有耐心的就配合我，然后去重新写一版词，最后那一版词的内容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里需要留意一点，该歌曲末尾高音部分吉他的旋律源自于华晨宇的创意。结论一，你可以说这首歌词曲作者不是他，但你不能大言不惭说这首歌和华晨宇没有半毛钱关系。2018年，华晨宇受邀参加芒果节目，其中他翻唱并改编了西楼的作品《孩子》。歌它很像《烟火里的尘埃》的续集。该节目记录下了华晨宇针对这首歌的改编过程。好像不和谐。现场的时候，我感觉层次感更明显，会好一些。我就自己写了一段，但是我写的时候，我又不能破坏这首歌的美感。让我们直接跳到事件导火索片段。现在来对比一下原版。OK， 别跟我说你听不出来两版的区别。结论2。孩子为西楼作曲，但这一段落为华晨宇独立设计 outro 段落。从结构编排、段落位置和伴奏旋律都属于个人新编的独创性乐段，是原作所没有的。其吟唱最显著的特点在 G 5头声下滑，接华晨宇写的主旋律与和声旋律2条线交织，非常明显的双旋律，整体构成了独创性演绎，并非孩子歌曲里原有的旋律。事情到了2018年9月。华晨宇火星演唱会鸟巢站正式将《烟火里的尘埃》及《孩子》融合到了一起，本人有幸且参与了这一浪漫时刻。差不多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迎接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新生代创作女歌手小黄。她于2019年在某平台翻唱了华晨宇 live 版本的《孩子》。强调一下，末尾这段旋律她唱得很好听，应该很熟悉了，不然不会翻唱得如此超凡脱俗。借着此番动人的旋律，我来总结第3点。
烟火里的尘埃高音末尾衔接华晨宇孩子版本的吟唱部分。这一巧妙编排设计始于华晨宇2018年鸟巢演唱会9月8日20点26分。同时，黄女士2019年就已经熟悉该段旋律出自华晨宇 Live 孩子版本。2025年3月，黄女士带着对音乐的理解与敬畏和经典致敬的理念，通过《烟火里的尘埃》歌曲词作者那里合法取得了该歌曲的词曲著作权授权。总结4，词曲著作权仅覆盖歌词、旋律等基础创作元素，为歌曲的初始 demo 版本，其中并不包含编曲。翻唱时，若直接使用原版伴奏，如原曲的7月轨道，则需获得录音版权方天娱传媒公司的授权。若自行编曲，虽无需原编曲授权，但需确保不侵犯原曲的改编权。黄女士获取词曲著作权之后，于2025年3月11日正式发行翻唱版《烟火里的尘埃》。注释：华晨宇及歌迷从未就此翻唱提出过不满和异议，请不要在事件发生后转移话题，给华晨宇及歌迷添加莫须有的罪名。还需要说明一点，华晨宇原版《烟火里的尘埃》在黄女士翻唱版本发行之前，就已经无数次上过各平台热歌榜单。黄女士发行之前的2月份又再一次上了抖音热榜。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单曲收听次数达13.7亿，并非舆论所说的华晨宇及歌迷因为嫉妒别人唱火了才对他人进行讨伐这一倒反天罡的言论。事件起因，让我们来听听黄女士翻唱版《烟火里的尘埃》片段。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听出来什么了吗？接着看，华晨宇原版《烟火里的尘埃》编曲为何会出现在仅获得词曲人授权无编曲的翻唱版本里？此版本为何会出现华晨宇 Live 版孩子的吟唱部分？为何署名却不见编曲人及华晨宇姓名？就此，华晨宇歌迷向黄女士提出此疑问。随着舆论发酵，评论区开始出现此版本为黄女士创作。停止对黄女士的网暴，无能狂怒罢了。华晨宇只是改编了一下孩子，让他红了一把。烟火这歌给谁火？孩子原唱又不是华晨宇，我们又没错，旋律都不一样。终于听到心心念念的烟火加孩子的吟唱了。请问此番倒反天罡的说法，一边承认此旋律是出自于华晨宇改编的孩子段落，一边又否认两者相似性，这逻辑你们能自洽吗？这时候黄女士就此发了一个声明。声明强调了此翻唱是经过合法词曲著作权授权，将追责针对传播不实侵权指控、恶意诋毁黄女士声誉的行为。那么问题来了，华晨宇歌迷从未就此翻唱行为提出异议，工作室为何针对歌迷提出的翻唱包含了另外一首歌曲内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就此，舆论又变为词曲人和华晨宇都同意，就你们华晨宇粉丝不同意，华晨宇都没说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说3到4？你们歌迷会说了不算。你们没有公章，这是合法授权。你要不问问为何华晨宇工作室不敢发声？你们心心念念的回应，这不就来了？华晨宇工作室于2025年4月2日正式回应，重点内容：经过昨日一天的主动沟通，很遗憾双方未能达成有效共识，避重就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时拒绝音乐版权擦边行为，希望音乐作品能够多一些纯粹原创，少一些模糊借鉴。文中提到擦边行为，我通过一番科普才知道，目前我国编曲版权保护仍处于灰色地带，但司法实践已出现突破性进展，但就侵权行为很难进行实质性的界定，所以工作室就此方事件界定为擦边而非侵权，这也体现了此行为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无奈。随后，黄女士工作室又发了一篇声明，
此番话术归纳为：面对这般误解，我们深表遗憾。我们第一时间主动寻求与华晨宇先生团队沟通，所以黄女士及团队始终尊重歌曲音乐版权归属，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此曲为我方原创。我们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歌曲的词曲著作权授权。面对争议，我们已向发行方提出申请，标注线上翻唱版本溯源。我们双方存在认知差异，音乐创作是为了美美与共。那么问题来了：一，黄女士仅获得词曲著作权，并未获得华晨宇版本授权。那华晨宇版本的编曲为何会出现在你们的翻唱版本里？二，既然你们从未提及黄女士为原创，那为何编曲栏不止没有华晨宇版本编曲人的名字，反而只写了黄女士和彭轩？你方说借鉴，那黄女士为何事前未向该段落创作人沟通过此事获得其同意？该段旋律可不是你们获得授权的烟火 demo 版本里有的，也不存在于孩子原版里的旋律。就因为只是一段旋律在法律上不受保护，所以用认知差异来避重就轻吗？三，之后会加入溯源，这句话是否证明你们一直都知道这段旋律的来源？四，你们既然知道旋律的来源，且黄女士2019年也翻唱过该旋律，为何不正面承认此事，而是还在避重就轻，一直强调烟火经过正规授权？这段旋律和你们获得烟火词曲授权有什么关系？五，就因为编曲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所以可以直接挪用，并将其定性为美美与共吗？你们有尊重过华晨宇先生吗？事前你们压根都没打算和他沟通这件事，那何来的美美与共？你给我解释一下。事件发生至此，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呈堂证供面前开始转换思路，对曲子蹂躏一番，得出结论，说华晨宇的这段旋律就是原版《烟火》里的尘埃里其他的3度和声，所以不存在黄女士挪用华晨宇的创意及旋律。先不说你们是否对 demo 版本有最基本的认知，我们直接从乐理最基本的常识来给你们上一课。这位朋友可能想说，能给烟火里的尘埃适配的所有和声和吟唱的可能性，不管在原版烟火里的尘埃中存在或者不存在，哪怕只是在作曲和声进行片段上适配，都包含进了翻唱的使用权当中。那么就算是华晨宇先生在2018年新写的可以融合在烟火里的尘埃的伪奏的歌手孩子 live 版的吟唱旋律，也因为这个吟唱旋律本身可以适配烟火里的尘埃的和声与旋律，而可以在无授权的情况下被拿来使用吗？我注意到这位朋友存在明显的逻辑混淆与法律理解误区。首先，该观点混淆了旋律与和声在著作权层面的边界。所谓和声是一种作曲通用技法，通常作为旋律的辅助音程进行。然而华晨宇先生2018年在孩子伪奏所创作的吟唱旋律，并非基于烟火里的尘埃原旋律的单纯3度叠加，而是具有明确的音高线条、情绪起伏与独立结构，能完全构成一个新的旋律层级的旋律线条，本质上属于创作性的主旋律延展，而非伴奏性和声。其次，这位朋友的观点试图以理论上可能适配的存在可能性来为实际发生的原创旋律使用行为辩护，这是典型的将时空可能性等同于实际权利归属的诡辩逻辑。无论该旋律是否理论上能够与某首歌曲构成和声关系，只要它实际上在另一首作品中首次创作、呈现并且传播，其著作权属性就该归属于原创创作者，不能因为适配可能性而自动归属于他人作品的使用范围。可构成和声的理论可能性无法取代原创旋律实际创作的版权事实。尊重原创，不应该用模糊概念的方式为未经授权的使用行为辩护。简言之，靠逻辑诡辩并不能掩藏2段吟唱旋律就是一模一样的事实，因为根本不存在不小心按照一个和声进行创作出唯一一条吟唱旋律的可能，也不存在可以与一首歌相融的任何其他歌曲中的吟唱旋律都可以因为它在乐理上能融进来，就理所应当判定为这是本来就存在于原曲当中的。且不说不管怎么变，将2018歌手孩子 live 版伪奏吟唱与烟火里的尘埃末尾相接，也不是某位翻唱歌手的原创想法。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旋律的创作，而在于将这段旋律放置歌曲最后，以吟唱的方式作为一首歌的收尾段，这个歌曲结构编排的创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华晨宇将自己署名加在了编曲中，而非作曲。那这里翻唱烟火里的尘埃收尾段的主旋律也是用一样的音，一样的处理。
无论这段3度和声和这个处理是华晨宇在2015年演唱会现场即兴创作的，还是在2018年歌手节目里创作的，如果华晨宇方知晓并接受黄霄云方使用这段3度和声旋律和这个处理，那在这件事件中，黄霄云方就不存在对华晨宇这边的侵权。总结，其实对于懂音乐的人是非常明确的，黄女士翻唱版本末尾的吟唱乐段，本质完全不是有些人所狡辩的，只是歌曲内部的复数和声，3度和声只是乐理规则，但华晨宇运用和声在创作出来的整体乐段设计，那就不能视为单纯复数和声了。翻唱版本吟唱尾奏，包括主旋律和和声旋律及伴奏的走向、进行、节奏，是原版完全没有的华晨宇新编的乐段，那就属于华晨宇的独创性成果。试图用3度和声的公共技法掩盖盗用独创性段的本质，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更可笑的是，某些人这么积极地找证据，却偏偏忘记黄女士只买了词曲 demo， 不包括华晨宇的版本。他们比对的和声进行，或者声称他唱的只是电吉他间奏的和声，都是在用华晨宇原版比对。电吉他的间奏也是出自华版的编曲制作，所以比来比去，其实一直用原版的编曲内容给自己狡辩，而实际上黄女士的翻唱版连编曲都是无授权。华晨宇原版拥有改编权，2014年发行后所做的所有改编，无论是新写的旋律还是演唱会的二创，都是基于原版做的二创改编，拥有独立著作权。结论：一、此次事件受害者为华晨宇，且华晨宇从未就此事件做出伤害黄女士的行为。二、华晨宇歌迷对事件提出质疑，为合理有据、实事求是维权，请不要将歌迷诉求统一定性为网暴。如果非要认定为网暴，那黄女士粉丝的网暴证据我这里有很多，不用转移注意力将矛头对准华晨宇歌迷。三、黄女士获得授权版本为词曲著作权授权，而非华晨宇录音版本授权。四、借鉴及美与共，建立在尊重及相互沟通交流之上，而非单方面的先斩后奏。五、法律约束的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不代表游走法律之上可以无限扩大道德底线。六、某些网友对华晨宇及歌迷网暴言论造谣污蔑，本人有理有据，出于尊重及减少饭圈对立，本人未选择将其公布，也是出于对黄女士最后的尊重。作为音乐人及公众人物，请以身作则，传播良性价值观。七、华晨宇没有换来一句道歉，不代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造谣栽赃。八、希望音乐作品能够多一些纯粹原创，少一些模糊借鉴。尊重音乐创作者的作品创意，是原创音乐人的基本职业道德素养。每一份饱含心血的成果都应该被认可和保护。九、未获得本人授权，本人视频不允许你搬运，你就不可以搬，懂？最后，让我们有请中国知识产权报就此事进行的总结来结束此次视频。为了避免侵权纠纷，翻唱者应积极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授权，明确授权范围，对新增的独创性内容进行独立授权或标注，避免实质性相似。